师兄道：“你既不知，这便没法讲了。对了，我这有一卷释迦公子轶事录，前代贤人编纂，夷陵老祖的没放进去，成了废籍，能单独拿出来。你先把这个读完，明日再来。”他说着，便引兰智向卷宗支架之间走。兰智跟在后面，问：“听你的意思，夷陵老祖似是恶人，如何被放进释迦公子的名录里？”那名师兄说：“那魏无羡当年也是释迦公子榜上有名的前修，翩翩公子，六艺俱佳。可惜后来修了鬼道，最终走上一条歧路。”说着，从支架高处抽了一卷书，又从书匣后面拿出单独拆下的一集，说：“你就在此处看，这东西不许人拿出去。有什么不认得的字，记下来问我。”兰智点头，行礼道谢。他在席上坐好，限定成的散集翻开，大略扫了一眼。那卷书名为《释迦公子轶事》，记得当真都是道听途说的闲事一言。开篇的一段记着魏无羡是莲花误首徒，15岁自云梦到云深不知处听学，彼时那几个教习的先生都与兰智这几日所见相同。他翻了几页，居然也见到一段谈诗的。兰智的眉心重重地跳了一下。魏无羡所选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是之，戏曰：淑女不可求，美人犹可见。座上有兰氏公子自忘机者，美人也。忘机公子怒而离席。其下又有注释：兰氏公子名战自忘机者，清衡君次子，则无君胞弟也。年15。冬日的时候，蓝忘机在净室中听兰智习琴。他所学的灵曲不多，问灵一曲仅算稳妥，不及蓝丝追奏的好。一曲毕，蓝忘机揪了他的几个音，又问：这几月在兰氏学了什么？兰智说：与新进学子弟一同先读诗。蓝忘机点了点头。兰智说：后来读完，先生要我们选一句喜欢的。蓝忘机问：你选哪一句？兰智没说话。停顿一下，他说：若是现下来选，父亲选哪一句？蓝忘机沉默片刻，说：昔我往矣。香鼎之中烟气袅娜，外间似是飘了些雪，窗上只见得依稀光影。兰智突然问：我的母亲究竟是何人？蓝忘机没有动，也没有回答。他的手指长久地按在忘机琴的弦上。兰智等了许久，意识到沉默是一种无声的拒绝。兰智说：我知母亲已不在人世。他说着，将那颗将逝的银铃放在了两琴之间。兰智又问：生我者身死，可是因为魏无羡？那个名字终于令蓝忘机抬起了眼睛。有很短暂的一瞬，兰智突然觉得眼前的人很陌生。他看着兰智，并非失望或是怒意，但他脸上的神情叫兰智看不懂。蓝忘机说：何有此问？兰智说：我在藏书阁查了史读。蓝忘机问：你查到什么？兰读不言。蓝忘机亦不言。一只碧血的鸟落在廊下，悄悄地抖起了羽毛。最终蓝忘机说：是，亦不是。那是在回答兰智的上一个问题。兰智说：我只是想要知晓生我者何人。蓝忘机微微垂下了眼睫。又过了许久，兰智意识到那是因为蓝忘机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眼眸之中的心绪种种。蓝忘机说：待你应知晓之时，自将告知于你。于是兰智行了礼，抱着自己的琴退了下去。他的脸孔上没什么表情，但他的脚步很用力，惊飞了廊下的落鸟。待他行至堂下，蓝忘机突然在其后叫住了他。蓝忘机说：你既已查过，依你之见，魏无羡是何种人？兰智说：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他的声音一字一顿，就如脚步般，最终都散逸在风声雨雪之中。兰智12岁最后的春天来得很晚，至夏时他便13岁了。13岁可治学，当取字，兰智变成了蓝云衡。夏见至秋的10日，蓝云衡自兰氏放客，见一个师兄后在廊下，道：云衡，蓝老先生要你随我去见他。蓝云衡应了一声，将手中书卷交给几个师弟，便随之去了。那日蓝云衡再见到蓝忘机，是在祠堂之中。香烛斑驳，牌位幢幢，长明灯久燃不熄。蓝云衡跪在地上，跪得笔直，一如他7岁时，一如他10岁时，一如他记得蓝忘机彼时。蓝忘机问：今日受罚，所谓何事？蓝云衡说：叔祖今日说，
待我10年15，要我入蓝氏宗谱。蓝忘机问：你如何说？蓝云恒说：我说不愿。蓝忘机问：为何？蓝云恒说：若要我入蓝氏宗谱，须写生我之人姓名于其上，与父亲名姓并列。室内疏忽陷入沉默。蓝云恒抬头，眼睛映着烛光，那一点火色似是在他的虹膜上烧起来。他说：难道父亲无有此求？蓝忘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。蓝云恒说：父亲打我。蓝忘机却说：你若不在，我必有此求。你既已在，我且不求。蓝云恒说：为何？蓝忘机摇了摇头，日后再言。蓝云恒说：我10岁时，父亲说待我应知晓时，便告知于我。现在3年已过，何时才算应当知晓？蓝忘机说：待你明理。蓝云恒突然觉得这对话曾经发生过，像是隐约地拨动了记忆中的一根弦。他努力去想，却只记起某种空落落的感觉。他低声问：何谓明理？蓝忘机说：你今日言行，便不算明理。蓝云恒低头道：我知不应顶撞叔祖。蓝忘机说：既然知晓，为何要做？他那声现实则不是责问，甚至没有怒意，亦或不予赞许，有的只是淡淡的一丝喟叹，仿佛只需蓝云恒的一个回答便已足够。蓝云恒却抬头道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何如？蓝忘机望着他，问：你以为何如？蓝云恒咬牙道：不色不流，不止不行，千夫所指处，风雪夜归人。蓝忘机很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蓝云恒以为他要说些什么，他却只是一时接一时的沉默。终于，蓝忘机问：跪了多久？蓝云恒被那少见的避重就轻的回应晃了一个踉跄，猜不透蓝忘机此间何意，许久才说：不足3个时辰。起来吧。蓝忘机说。蓝云恒颇为疑惑地看着他。蓝忘机说：思追，景一下山夜猎，你随我同去。蓝云恒低声问：去何处？蓝忘机说：莫家庄。蓝云恒再回到莲花坞时，他13岁，沿水路与世家子弟一路而来，袖子上溅满了乱葬岗上尸群的血。他在无人的空屋换了衣服，在外间码头上买了一张饼，又在库房里领了一只供香的香鼎。他捧着器具向祠堂去祭那位他仍不知姓名的夫人，那枚铃铛依旧摇响在他的袖中。祠堂的门意外地开着，有人在其中高声说话，声线带着些嘶哑的狠厉。江澄说：道歉。为什么道歉？为撞破你们的好事吗？然后那蓝云恒听惯了却又陌生无比的声音，那莫玄羽、魏无羡的声音道：兰芝现在都已13岁了，从我生他的时候，你就该知道我和韩光君是什么关系。天地突逢既然。蓝云恒的手一松，那只小小的香鼎自他的指尖落下去，在地上摔出杳不可闻的一声响。祠堂之中的几人蓦然回头，魏无羡叫他阿夏，蓝云恒倒退一步，蓝忘机叫他云恒。